这个2月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就在2月13日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美国国务院悄然更新了其官网上的美台关系页面，一个细微的改动却在国际社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删除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支持台湾独立表述。这一举动对北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等于在中国最敏感的神经上狠狠踩了一脚。更让北京措手不及的是，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川普入驻白宫还不到1个月，就给了中国当头一棒。摩根士丹利的最新分析报告直言，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1979年以来，美中关系的基本框架正在被彻底重塑。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档案记录，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方在涉台问题上共发布了超过200份官方文件，其中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出现了183次，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外交辞令。但现在，这个曾经被视为圣旗般的表述被一笔勾销了。更糟糕的是，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维持现状的台湾民众比例已从2020年的 54.3% 降至 48.9%， 而支持走向独立的比例则从 28.2% 上升至 35.7%。 美国这一表态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台湾民意向独立方向倾斜。彭博社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高层智库专家的话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北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如此突然。该专家透露，中国内部对此高度紧张，一连召开了数场紧急会议进行研判。更令北京焦虑的是，美国这次修改的不仅仅是删除不支持台独，新版页面还特别强调了台湾与五角大楼在技术和半导体发展项目上的合作，并明确表态支持台湾在适用的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这等于是在台湾问题上给了中国3记重拳。要知道，根据路福特的数据，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着超过 60% 的市场份额，其中最尖端的芯片制造更是高达 92%。 美台在这一领域的深度合作，无异于卡住了中国的科技命门。美国学者分析称，这次美方的动作可以说是精准打击，它不仅在政治上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更是在经济上切断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命脉。要知道，没有台湾的芯片，中国的军工和高科技产业基本上就瘫痪了。更惊人的是，美国国务院这次不仅在台湾问题上给了北京当头一棒，更是在整个美中关系定位上彻底撕破了脸。新版官网措辞强硬，这在美国外交辞令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意味着什么？华尔街投行高盛的最新分析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正式将矛头对准中国，而不再是笼统的外交辞令。让我们仔细解读一下美国国务院的最新表态。在经济关系方面，美方直接指控中国对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恶意网络攻击，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据，2024年全年共发现5721起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事件，其中 67.8% 都指向中国背景的黑客组织。这些攻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890亿美元。更令人震惊的是，美方披露的中国渗透数据。美国国务院在新版声明中明确指出，北京试图培养和安插特定人员担任国际组织要职。根据非政府组织全球联盟的调查报告，目前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的主要负责人都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而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层管理人员中，来自中国的人员比例从2010年的 2.3% 暴增至2024年的 11.7%。
这种渗透行为究竟有多可怕？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显示，仅在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通过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成功阻挠了超过47项针对其人权问题的调查提案。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被中国影响的国际组织掌控着全球70%以上的技术标准制定权。这哪里是什么国际组织，简直就是中国的外围工具。美国智库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据专家透露，中国不仅在这些组织中安插自己的人员，更是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绑架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以此控制国际组织的投票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已有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现在，这种局面可能要发生根本性改变了。美国国务院的新版声明中，删除了此前所有关于与中方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长达数百字的强硬措辞，誓言要遏制中国的扩张行为，打击其不公平贸易政策，制止其全球芬太尼贩运。摩根大通分析师指出，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美国不再把中国当作可以谈判的伙伴，而是视为必须遏制的对手。分析师预测，未来美国很可能会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友，对中国发起全方位的科技断供行动。这种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就在美国国务院发布新版声明的第二天，欧盟委员会就宣布将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反倾销调查，涉及金额高达780亿欧元。日本也在同一天宣布，将把23种关键矿产纳入出口管制清单，这些矿产恰好都是中国急需的战略资源。更让北京坐立不安的是，有消息称，川普正在考虑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50%的关税。按照2024年中美贸易额计算，这将让中国每年损失超过25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而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数据显示，这次打击的杀伤力有多大？我们不妨算笔账。首先是政治影响。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研究，自1979年以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投入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维持国际社会对一中政策的认同。而美国这一举动，等于让这笔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更要命的是，根据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支持台独的民众比例在美国声明发布后的1周内就上升了3.2个百分点。其次是经济冲击。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国已经紧急叫停了原定的多个对美投资项目。仅在过去1周，就有总额超过1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被搁置。而在华尔街，中国概念股市值在美国这份声明发布后的3天内蒸发了将近2000亿美元。最致命的是科技断供的威胁。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4纳米以下芯片的年需求量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95%依赖进口。如果美台加强半导体合作，并切断对中国的供应，将直接导致中国2000多家科技企业面临停产风险。这是一记组合拳。美国智库专家分析说，美国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中国的核心利益，还精准切断其经济命脉和科技发展通道。这种多维度打击的杀伤力远超过任何单一制裁措施。更糟糕的是，这次打击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中国的应对显得异常笨拙。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在48小时内前后发布了3份措辞不同的声明，显示其内部对如何应对存在严重分歧。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智库专家坦言，我们完全没料到美方会来这么一手，现在是真的乱了阵脚。
但这或许只是开始。有美国国会内部人士透露，国会两党正在酝酿一项更具杀伤力的法案，拟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核心伙伴序列。这意味着什么？按照彭博社的分析，一旦该法案通过，美国将可以向台湾提供接近于北约盟国级别的军事支持。更让北京头疼的是，这场危机似乎还在持续发酵。就在美国声明发布后的第3天，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多个美国盟友也纷纷发声，表态支持台海和平。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美国这条战线上遭遇重挫，更面临着整个西方阵营的联合围堵。有分析指出，这恐怕是中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峻外交危机之一。而在当前世界格局快速重组的背景下，这场危机的后果可能远超任何人的想象。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新一期的社论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溃败，而这可能标志着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对此，中南海会如何应对？会不会铤而走险？这场危机又将如何演变？恐怕连最老练的外交观察家也说不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个2月，国际政治的天平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倾斜。